Hello，大家好啊，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们讲一个 Heiken Ash 的交易策略的具体实现。我会从头开始啊，逐行代码的去把这个策略完整的去写一遍。大部分功能其实都是可以复用的啊，所以如果你是跟着视频完整的写一遍的话，大概率你也可以写一个自己的 EA 出来。这个策略是我在浏览这个TradingView 上的这个脚本的时候看到的啊。感觉它回测出来的这个结果还可以啊，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下这个改写改写成为这个 MQL5 的代码，我们来自己去回测一下，看看究竟有没有效果啊。其中主要使用到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如图所示的这个 Heiken Ash 指标。这个指标设计的初衷啊，就是为了剔除掉大量的这个杂讯的信息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个开高低收的这个计算去寻找噪声程度较小的市场环境啊。那么观察这个Heiken Ash 的这个图表啊，你会发现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价格行为会显得更加的这个平滑，也就是更容易理解啊。当所有的这个 K 线如果呈现出这个蓝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市场的处于一个上升趋势。如果连续的处于这种红色的话，那么就是一个下降趋势啊。如果这个红色和蓝色相互的交替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比如说这一块的，也就是这一块的内容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市场可能大概率处于一个盘整状态啊。那么这个指标的计算公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这个指标它是我们这个 MT5 自带的在这个 Indicators 下面的这个 Examples 这个文件夹里面就有这个 Heiken Ash 指标。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计算公式主要就是这4行代码。那么它计算起来也比较简单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开盘价就是前一根 K 线的开盘价和收盘价的一个平均值而收盘价呢，就是当前 K 线的这个开高低收求和的一个平均值最高价就是看这个最高价还有开盘价、收盘价，还有这个最高价哪一个是最高的就可以确定为它的这个最高价最低价的话就是相反的哪一个是最低的，就确定为它的最低价。原理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这里还需要针对于这个它自带的这个源码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因为如果我们不修改的话，那么你直接把这个指标这个Heiken Ash 指标它加载进来，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指标和我们最原始的这个 K 线数据进行了重合这样的话就不利于我们观察这个市场所以我们这里要做一个简单的修改，就是把这个 Chart Window 改成这个 Separate Window 也就是把它改成一个独立窗口的模式我们看这个图表如果你改成这个 Separate Window 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窗口的一个指标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清晰的去进行观察，进行对比好，那么关于这个Heiken Ash 指标，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因为你只要理解了它的这个计算公式之后就明白它的原理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叙述的就这一块的内容好，那么我们再说回这个交易策略我们讲一下这个策略的这个交易逻辑我这里以这个做多为例，它是由2个指标所构成的，一个就是这个 Heiken Ash 指标，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MACD Heiken Ash 指标主要是用来寻找我们的进场 K 线的也就是当我们这个市场它形成了这样一种结构的话它就满足我们这个Heiken Ash 指标的进场条件。我这里为了让大家更清晰的理解我画了一个草图
画了一个草图啊，也就是这里是做多这一根 K 线的是属于这个 Heiken Ash 的阴线它的开盘价，这是它的开盘价，这是它的这个收盘价这是阴线，这是阳线，也就当它形成这样一种结构并且它的这个最后一根的这个阳线的收盘价要高于这些所有的这个高于这一根 K 线的这个开盘价，那么它才算满足一个做多的条件。那么做空的话就是类似的我这里颜色可能画反了，这应该是绿色，这应该是红色不过大家能够理解明白就可以这就是我画的一个草图就是满足这样的一种市场结构才可以下单。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这个 MACD它主要是用来做这个过滤的也就是说比如说这里吧，我们这个 Heiken Ash 指标它满足一个做多的条件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看一下我们的 MACD 指标它的这个柱状体是否处于零轴以下如果处于零轴以下的话，我们才会进行做多相反的，如果这个 MACD 柱状体处于零轴以上我们才会去做空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寻找这个市场转折点的一个交易策略然后就是它的这个止盈和止损止盈和止损我们这里使用的是一个固定点数的方式，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修改成为这个最近的这个高低点比如说这里用作止损这里用作止盈，或者这里用作止盈都是可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代码实现，我们之前很多代码里面很多策略里面都是演示过的另外就是这个策略的进场，它还有一个过滤器就是时间过滤器也就是你可以选择在某一个时间段才进行交易就是避开一些可能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说针对于这个交易策略来说它在欧系的这个货币对上来说你避开凌晨到早上6点的这一段行情可能绩效就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这个策略的这个出场逻辑也比较简单就是当你进场之后，如果出现反向的，比如说这里如果出现反向的这个做空信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笔多单进行一个平仓那么这个出场逻辑我是把它设定成为可用可不用的因为很多时候针对于很多情况来说你可能是想把这个策略它跑满一个完整的一个盈亏比所以那样的话你就可以不启用这种出场机制好，这就是这个策略的全部逻辑这是做多的。那么做空的话就是与之相反如果出现这种结构，并且 MACD 处于一个柱状体之上的话，那么就可以做空这里就是做多做空做空做多逻辑还是比较清晰明了的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具体的这个代码实现。好，还是打开我们的这个MT5，然后点击菜单栏上的这个 IDE 图标，这个 IDE 也可以按键盘上的 F4都可以。这样的话，它就会帮我们打开这个 Matter Editor 的编辑器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新我们点击这里新创建一个 EA 文件我们把它创建到这个Heiken Ash，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文件夹下，然后给 EA 取一个名字，就叫做 Class Heiken Ash 就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完成，然后我先简单做一个修改好，这里是我根据我个人的这个操作习惯，把它简单的做了一下修改编译一下。好，那么一个 EA 首先就是需要引入这个
做交易类的一个库啊。做交易的话，我们在在 MQ5里面的话，它是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库的啊，就叫做这个 Trade MQH 啊。我们使用它来做交易的话就比较方便啊。这是引入我们的库啊。然后针对于这个代码的话，我们写完成之后啊，你可以按这个 Ctrl+S 啊进行一个保存，或者你点击这里的编写啊，它就是把我们的代码编译成为一个可执行文件啊。只有你编译之后啊，你才可以在这个图表啊，包括你回测里面去进行这个调用啊，这是必须的，必须要经过这种编译啊。好，那么再接下来就是需要设定一些外部的输入参数啊，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些所有的参数进行写死啊，所以最好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把一些可以进行自定义的一些参数啊，把它给用户暴露出来。这个的话就是基础设置。基础设置相关的有这个magic number，然后我们这里的话是给它一个默认值，然后这里的话是给它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备注吧，你相当于其实它是一个注释啊，就是它不会在就是你这里面写什么都可以啊，它都是不会被编译成为这个可执行的代码的啊。这里叫做魔术号，它就相当于是每一个 EA 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啊。因为只有通过这个 magic number， 我们才可以判断哪些交易是属于它所管辖的啊。比如说我们后面进行平仓啊什么之类的，可以针对于这个 magic number 进行相应的判断。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我个人习惯，我喜欢把这个止损类型给它进行一种这种书写针对于我们这个 EA 的话，我这里演示的这个止损方式就是这个使用总账户百分比的方式来进行止损啊。比如说我这里使用账户的1%啊，作为每一笔的交易的这个风险敞口啊。这个可以设置成为 S input 啊。S input 的话，它就不会进行，还是要编一下，它就不会进行这个你就无法把它进行这个参数优化啊。你像这种针对于大多数 EA 来说，这个止损的风险敞口的设定不太需要进行这个参数优化，所以我们就把它设置成为这个 S input。如果我们把它修改成为这个 input 的话，大家看这里啊，它就会有相应的这个参数优化的一些设定出来啊。我们这里不需要。还有就是 S input 的double 类型 SL parent。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具体你要使用多少，具体账户多少的百分比去进行止损啊。这个我们取名叫做止损依据。这是一些基础设定。然后针对这个 EA 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止盈止损。这个需要设定成为 input int， 然后是 take profit， 这是 points 啊，就是小点。小点和大点的关系就是一个10倍的关系啊。我们这里取名叫做止盈点数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止损点数 stop loss points， 止损点数。然后针对这个 EA 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一个设定，就是一个评价保护啊，也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这里做多的话啊，在这根 K 线做多之后，
做多之后，如果行情跑出一定点数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止损价格向上移。比如说，针对于平保来说，就是移到我们的进场价位啊。当然，这个的话，我可以把它设定为一个可以设置的可以设置的情况啊。这样的话，策略显得更加灵活啊。然后是 input， 这个也是我们给它一个开关，可用可不用啊。break even， 默认给它不启用。是否启用？然后还需要给它设定一个评价保护的一个触发点数，也就是当你盈利多少点数之后，你才会进行一个评价保护。比如说我们这 break even 下的这个 trigger points。trigger points， 默认给它50点吧，也就是5大点。评价保护触发点数，也就平保吧。平保触发点数，那么触发之后，它还有一个触发后移动点数。break even move points 比如说25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时间过滤器，也是同样的，我们要给它一个开关，是否启用 time filter， 默认是 false 是否启用。然后这里给它一个开始时间 time start， 30的话就代表的是凌晨30分，交易开始时间。那么这个时间范围肯定就是0到1440啊。因为一天的话是有24个小时，24乘以60的话就是14401440分钟了然后就是结束时间，这个我一个视频可能写不完因为我不想把这个视频拖太长，所以可能会分成2个视频把它最终写完。好，再接下来是我们的 MACD 过滤。MACD 的话就是3个参数分别是 MACD 的 fast， 默认的话是12吧，12269我记得是，这个就不需要给它备注了，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12269。MACD 的 signal，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说它有一个出场机制，但是我们不一定要使用所以还是给它一个开关出场机制。出场机制是否启用反向信号是否出场？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外部参数我们这里把它代码规整一下这样看的会更清晰一些。好，我们看一下，所有参数都已经出来了。
好，那么我们再来写一下 on_init 方法。在写 on_init 之前，我们还是要声明一些全局变量啊，主要是关于指标的啊。这里就是指标的句柄，然后我们还需要句柄对应的这个 buffer HA 的开盘价、还有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然后还有就是我们 MACD 的柱状体 ，MACD 的柱状体。好，接下来是 on_init 方法。那么在 on_init 方法里面，我们通常是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指标的句柄的实例化，包括一些参数的规则上的一些设定啊，比如说我们这里针对于参数进行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处理，比如说如果判断一下它这个 start， 我们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是必须要处于0到1440之间的啊，因为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嘛，只有最多的话就只有1440分钟，所以我们这里简单做一个判断啊，如果它小于0，或者说是大于等于这个1440啊，1440的话，那么就证明它的这个时间是不对的啊，它传入的这个参数有问题。我们这里给它一个友好的提示啊，参数错误，然后我这里简单起见，我直接就把这个参数错误的触发条件给它输出出来。你们自己写的话，可以把它写的这个描述的更清晰一些啊。我这里举例的话就这样写了。这个严谨一点来说，我们应该返回一个 parameter incorrect 啊，就是参数错误的一个异常。如果返回 on_init 返回这个 init success 的话，代表这个 EA 就是加载成功了，它就会执行下面的 on_tick 方法。如果你是返回这个 init parameters incorrect， 就代表你这个初始化有问题，那么它就不会执行on_tick 的方法，也就是它不会正常的工作啊。这是 start， 然后我们分开写啊，看得更清晰一些。然后就是这个 end time， 同样的是，如果是小于0或者是大于等于1440的话，代表就是参数错误啊。我们这里就这样写了。好，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通常来说就是指标句柄的实例化操作啊。我们这个叫什么来着 ？HiCan_Ash 指标啊，它是没有具体的这个i 方法的啊，就是 MQ15没有封装这个方法，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iCustom 来进行指标的一个实例化的一个过程。第一个是你要交易的品种，第二个是你要作用的这个时间周期啊，第三个的话就是你是这个 EXAMPRES， 也就是你这个指标是放在哪一个文件夹下的啊。HiCan_Ash 指标 HEI 大写还是小写？小写 HEIKEN， 这是大写 ，A 是大写20，然后 EX5 结尾的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啊。你像我们这里的 MQ5 的话，它是一个源码文件啊，它是不可以直接被执行的啊。你只有把它点击编译之后，它才会变成这个 EX5 啊。这是一个代表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啊。这是 HiCan_Ash 指标，然后是我们的 MACD。MACD 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它是有这个封装方法的，参数都是差不多的。首先是 symbol， 然后交易时间，然后是我们的 MACD 的 faster，MACD 的slow， 然后 MACD 的 signal， 最后的话就是你要在最高价、最低价哪一个价格去进行计算啊？通常来说就是收盘价进行这个计算。实例化之后，我们还需要把它进行一个时序的一个转换啊。这个我着重讲一下啊。如果我们不加这个，我把它写完啊。如果我们不加这一行代码的话，那么
当前最新的这一根 K， 就是总的 K 线数减1，才可以得到它的这个下标值啊。只有你加上这行代码的情况下啊，它的下标才会变成0啊。这是 MQ15 它的一个与 MT4 处理机制上的一个不同啊。为了大家理解方便的话，最好是加上，不加的话其实也一样，因为通常来说我们是不会获取全部的指标用来计算的，我们只会获取这最近的几个指标值啊。另外我这里还要说一下，就是我写的这些页啊，就是写的这个过程啊，我是说的比较大概的，我不会说是从这些变量啊，什么这个类型啊，包括这些赋值啊，这些啊，还有这些符号啊，这进行讲的。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讲的时间就太长了。所以针对于很多非常小白的同学啊，你们在跟着我视频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们的这个，可能你认为你写的是很正确的啊，但是其实你的这些大小写啊，包括你的这个中文、英文啊这种符号啊，还有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括号收尾的一个问题啊，你一定要注意啊，不然的话，你觉得你写的正确啊，其实错误一大堆啊。如果你觉得比较吃力的话，建议你从最基础啊，从零开始啊，进行系统化的学习啊。这里也给我打个广告啊，就是我们这个内部课程会从零开始的啊，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讲解啊。但是在公开的平台，我如果进行那种讲解的话，这个视频就没法做了啊，太长了。好，还有一个是 MACD。好，最终的话，我们调用这个 TradeLay 的set expert magic number 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这个魔术号。这样的话，你使用这个 TradeLay 去进行下单的话，它才会有magic number 的设定啊。另外，关于这个类这一块的话，你如果是初学者，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啊，建议你也还是从基础开始啊。好，这就是 OnInit 里面的内容。然后再接下来的话，这个 OnDelete 通常来说是做一些这个资源释放的一些工作，比如说 indicator indicator release 的一些操作啊。这个的话怎么说呢，也是可写可不写啊。写一下显得专业，我们就写一下吧啊。更专业，其实你应该判断一下这个对象是否存在啊。我们这里就带一下就行了。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OnTicket 方法里面的内容啊。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当市场每一个报价啊进来的时候，它都会调用一下这个 OnTicket 的方法啊。好，那么我们先还是需要把这个isNewBar 函数给写一下。isNewBar 函数它主要作用就是用来让下单逻辑啊在每一个 K 线的开盘价才会进行相应的判断啊。有这个方法的话，也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大的这个计算资源，它让我们这个跑 EA， 尤其是跑优化的这个过程啊，速度会变得比较快啊。首先它有两个参数，一个是我们的 time frame， 然后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引用类型的一个变量。这是带这个 and 符号的话，就代表它是引用传递啊，就是你在方法题里面针对于这个变量进行了修改，它方法外面都是会更新的啊。如果你不带的话，它就是一个直传递啊，也就是一个引用传递、直传递、直传递、引用传递一个区别啊。不清楚的自己百度啊，自己百度一下。如果要说的话，就是说不完啊。然后是 interbars， 首先获取我们当前 K 线当前图表的所有的 K 线数量啊 ，symbol， 然后 time frame。好，我们判断一下，如果这个 beetle
e total 如果是等于当前所有的 K 线数量的话，那我们给它 return 一个 false， 代表没有新的 K 线产生。如果走下来的话，就代表 T 补贴啊，就代表它是有一根新的 K 线产生的啊。这时候我们需要对于这个引用传递的变量进行一个更新啊，这就是 return true。通过这个 bug 判断也可以，通过有些同学喜欢这个通过这个 bug 的时间判断也是可以的啊，这两种写法都可以啊。没有好坏，但是我个人没有做过测试啊，但是好像是这个我忘记我测过没有，好像是这个通过 K 线数量的方式会稍微快一点啊。之前应该做过相应的测试的，但是我忘记了啊。然后就是在 onTake 方法里面进行一个调用啊，判断一下。is new bar， 当前的时间啊，比如说我只是想在这个我是想把它的这个时间级别确定为1分钟判断一次的话，我就可以写1。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判断成为你这个交易的这个时间范围啊，都是可以的啊。我这里用 M1。M1， 然后还需要给它一个变量，我这里就直接在这里写了 ，TTRC， 声明一个静态变量，bars total 下的 M1， 静态变量它是只执行一次的啊，所以我写在这个 onTake 方法里面也没问题啊。当然你也可以像全局变量一样写在外面啊，或者是给大家展示一下不同的写法啊。好，这就是 is new bar 啊，它就可以让我们的所有的逻辑只在1分钟的开盘价啊运行啊判断一次啊。好，那么我们再把这个信号写一下，然后这一章就先结束啊。信号的方法就是 signal， 因为你下单要有依据嘛。你必须要给它一个下单的依据，你是要做多啊、做空啊，还是要平仓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signal 它返回的这个 signal 变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判断。好，那么判断之前，我们还是需要这个 copy buffer 来把所有的这个指标的值来进行一个获取啊。首先获取我们的 MACD， 它只有一个。那么这个0呢，代表你是要获取哪一个下标啊？大家看这里也可以啊，看这里啊，看这块。如果你要获取它的开盘价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下标啊就是0啊。如果你要获取收盘价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价格就是0、1、2、3啊，这里就是3啊。那么针对于 MACD 的话，它其实是有两个值的啊。来看这块啊。一个是柱状体的值，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signal 啊信号的值啊，这里就是一个 buffer number 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这里获取0，然后这个 start position 的话，就代表你是从哪一根 K 线来进行获取啊。如果你写0的话，就代表它从最新的这根 K 线开始获取；写1的话，它代表的含义就是你要获取一个从最后一个完整收盘的一个 K 线进行这个值的获取啊。我们这里就写1啊，然后获取几个啊？针对 MACD 来说，我们获取1个就可以了。buffer MACD， 然后是我们的 Heiken Ash 指标，它有4个不一定都用得上啊，但是我这里先写一下吧。buffer 第一个的话，0、1、2、3，从1开始，我们先获取4个。那么第0个的话，它代表的就是我们 HA 的 open 价，然后是 HA 的2的话就是最高价，然后是最低价，收盘价。
这个先给它 return 一下，不然它会报错的啊。注意看你的这个地方就是工具箱的这一栏啊，这代表就是你如果出现异常的话，它就会有这种红色的这个图标显示啊。这些错误你都是需要进行处理的啊。你不处理的话，你这个编译是不成功的啊。要么就是你编译不成功啊，要么就是你在这个位置啊，你根本选中不到你这个可执行文件啊，要么就是你这个反正就是这些错误啊，你都是一定要处理的啊。那么 return 这个 signal， 如果这样的话，就代表你的这个 EX file 文件，也就是它对应的这个可执行文件是已经生成好的啊，代表你这个程序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注意啊，这是一定要处理的啊。这有些小白用户有时问的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些问题你不处理的话，那肯定不正确啊。好，然后我们判断一下这个 signal。然后针对于这里的这个 signal 的话，我们就还是用这张图来表示啊，比较方便啊。然后首先的话，它是这个位置的话，它是这根 K 线，它的下标是0，这是1，这是2，这是3啊。首先我们要判断的就是3、2、1、0，它们所对应的这个阴 K 还是阳 K 进行一个判断啊。那么针对做多条件的就是3一定要是一个阴线，也就是它的这个开盘价一定是处于这个收盘价 close 价，这是 open 价，开盘价一定是处于这个收盘价之上的啊。针对于这两个 K 线的描述是这样的。针对这里的话就是相反的，就是close 价要处于这个open 价之上啊。那么还要判断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收盘价要处于0的这个收盘价要处于3的开盘价之上啊，这样的话它才满足这样的一种结构啊。然后还有拿这个说啊，才满足这样的一种结构啊。然后还要判断的就是 MACD 啊 ，MACD 的这个柱状体啊。好，这就是全部的逻辑啊。如果你觉得不够严谨的话，你可以继续添加，比如说这里的最低价一定要是所有 K 线的这个最低价，还有就是你的这个1的这个收盘价要处于这个2的这个开盘价之上啊。这些所有的条件你觉得不严谨，你都可以自己加，反正就是各种判断各种组合吧啊。好，我这里为了避免写错误啊，我先把它写好啊。然后这里设置的条件比较多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些 K 线的这个阴 K 阳 K 进行一个判断，这里的话就针对于这个价格进行一个判断啊，这里是针对于 MACD 的柱状体啊进行一个判断。如果这块都满足的话，也就是代表它满足这样一种形态的话，我们就给它返回1啊。然后如果它满足这样一种形态的话，那么我们这里就给它返回2啊，代表做空啊。如果这两种条件都不满足，那么我们就给它返回0啊，代表是既不做多啊，也不做空啊。我这里是使用的一个一个嵌套的2个的3元表达式啊。如果你们不理解的话，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if else 的这种形式啊。比如说这里的 if 如果满足的话，你给它 return 1啊，然后再判断一个 else if， 或者直接再判断一个 if， 然后这块内容的话，你给它返回一个2，然后在最终的话，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的话，你给它返回一个0啊。这是 if else 的写法啊。我这里的话就是一个简写啊。好，我们编译一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调用 signal， 我们打印一下，看一下都正常。signal 编译一下。好，编译完成之后啊，针对于所有的 EA 都是编译完成之后，你先去测试啊，不要说是你写完成之后啊，你直接就拿到这个实盘上去进行验证了，这样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啊。不管是你是从我这得到的 EA 自己写的，或者是从别人那下载的，你付费买的尤其是付费买的，你更要这个做好这个回测啊。
回测的话就是我们点击菜单栏上这个查看，然后它这里有一个策略测试啊，包括你也可以按这个 Ctrl+R 啊，它就会把我们这个测试的这个工具打开。然后我们在这里专家这里，我们把你刚才写的这个 EA， 我们这里写的不是这个，写的这个 class HeikenAsher 嘛，你把它选中，然后这里的话选中你要测试的这个交易品种，然后这里是时间级别，然后这里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然后把这个显示图表这个可视化模式给它点开，然后把你的这些参数啊给它设定好，设定一个比较大的，不然不太容易看清。我们这里还没有其他逻辑呢，这设与不设没关系。好，我们点击开始，我们看一下啊，然后点击这个工具栏，点击日志啊，这里的话它会把我们这个 print 的结果显示出来。我们看一下逻辑都对不对啊？我们找一下有没有1和2，零的话就代表是没有任何的信号。好，这应该是有的啊。我们找一下啊，找一下0和1，找一下1和2，这样不是很好找啊。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使用这个 MT5的这个 debug 模式的啊，这样的话会debug 模式的话，它会更加的方便啊。比如说我这里如果 signal 等于1，或者 signal 等于2的话，就代表它有信号。然后我们在这里打一个断点啊，不打也行啊。我们点击开始。我们随便挑一个，比如说2、1，算了，还是以这个 debug 的方式吧。这看起来太麻烦了。这个 debug，我在公开的内容没有讲过啊，但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你通过这种打断点的方式啊，你可以让这个程序暂停啊，暂停之后你可以自己进行去控制它是否执行下一行代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比如说我们走到这里的话，我们判断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对不对啊？它这里是我们把它添加了报价，它这里是1啊，代表是一个做多，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做多。首先是 HeikenAsher 指标的话是2个阴 K 啊，2个阳 K， 然后最后一个阳 K 它收的这个价格是处于这个下标为3的这根 K 线的这个最高价的啊，开盘价的，而且它的这个 MACD 柱状体也是处于一个0轴以下啊，这样代表我们的逻辑是正确的啊。好，这是做多，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做空的，做空的我可以这样写啊。把这个做多的信号隐藏掉，做空。这里是做空，这里满足做空吗？感觉不太满足啊，我看一下这里逻辑啊。这里的逻辑应该都是正确的。MACD 大于0，然后返回2。应该是没有错误的。我们关掉再来一下。大家看这里是没有错误的啊，刚才那个可能是图形卡了或者怎么之类的啊。我们看这笔做空条件，这4根 K 线所组成的这个 K 线满足这个 HeikenAsher 的一个做空的一个模式啊。2个阳 K， 2个阴 K， 然后它的收盘价是小于这根 K 线的一个开盘价的啊，包括这个 MACD 它的柱状体也是处于0轴之上啊，代表我们这个做空条件是成立的啊。
这是1分钟过后，对，好，这就是这一章的全部内容啊。我们这一章是把这个信号的这一块给写了，然后后面的话我们还需要把它的这个开仓逻辑之后，还有这个评价保护，还有就是这个出厂机制。开仓逻辑这块它还包含一个过滤器啊，就是我们这个时间过滤器啊，这就是下一章我们要讲的啊。好，那这就是本章的全部内容啊。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啊、加关注。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